自称是20年后的我，给我发来了好友申请。于是我果断梭哈了所有资产，进入原油期货市场，并在未来自己的提示下，假装自己倾家荡产后，女友离我而去，兄弟避之不及，亲戚们受我嘲笑。1个月后，我摇身一变，成为亿万富翁。喂，小李，我是未来的你，通过一下好友呗。未来的我，新型的电信诈骗吗？有点意思。李峰想了想，还是通过了好友申请。不过接下来对方说的一番话，顿时震碎了李峰的三观。小李，我是20年后的你，我知道我现在说的话很难让你相信，但是我可以证明我就是未来的你。10分钟后，隔壁小区将会发生煤气爆炸。明天早上，北边电力开盘就会涨停。咱们市里警方50万悬赏的嫌疑犯，就在距离小区1公里的一个废旧仓库，地址发给你了。看到这3条消息，李峰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。现在的骗子骗人都这么不惜成本的吗？为了骗他，居然要引爆煤气，而且还能让股票涨停，这得是多么雄厚的资本才能做到的事情啊！有这么多钱，骗他干嘛？李峰虽然有房有车，但是房子也就200-300万，车也是20几万的代步车，在他身上浪费这么多资源，完全就是不值得的。至于警方花50万悬赏的嫌疑犯，这个事情李峰也是知道的。事情同样发生在隔壁小区，大概就是在2个星期前，嫌疑犯趁着夜色进入一户人家偷盗，被男主人发现后，残忍地杀害了一家3口。杀人后，嫌疑犯便逃走了。因为那是个老旧小区，没有任何监控拍摄到嫌疑犯逃走的路线，所以警方才会发出悬赏令。只要提供线索，抓到人后就能得到50万的悬赏。只不过1个多星期过去了，嫌犯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这个家伙发来的废旧仓库位置的确是存在的，就在距离小区1公里处，走过去也就10来分钟。就在李峰思考的时候，未来的他再一次发来了消息。小李，如果你不信，可以先去验证煤气爆炸的事情。李峰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穿上衣服出门了。当他刚走到隔壁小区门口，就听到了剧烈的爆炸声，紧接着火光冲天，炙热的火焰如同一头野兽一般，瞬间将该楼层吞噬。李峰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居然真的爆炸了！手机上的那个，难不成真的是未来的我？怎么样，这回信了吧？别愣着了，快打火警电话吧，也不要愧疚，这一次没有人员伤亡。看到对方的消息，李峰顿时松了口气，立刻就拨打了火警电话。半个小时后，火焰就被扑灭了。正如未来的李峰说的那样，没有任何伤亡。不过李峰还是没有完全相信手机上的这个老李就是未来的他。次日早上9点，李峰就坐在了电脑前面。很快，时间来到了9点15，股票集合竞价时间。果然，一开始竞价，北方电力的股票就全线飘红了。等到了9点半开盘，直接就封停了。又被未来的他说中了。这个时候，李峰已经可以基本上确定，手机上的这个未来的我，很有可能就是未来的他。接下来就是验证嫌疑犯的时候了。李峰将老李提供的信息交给了警方，来回也就20分钟，他们便带着嫌疑犯回来了。之后又给李峰颁锦旗证书，又给他发悬赏金。回到家后，李峰立刻给老李发了条信息：老李，你算得太准了。老李没有邀功，语气也十分的平静。不是我算得准，这只是我经历过的事情罢了。在确定李峰相信他的身份后，老李直接就放出了大招：抵押房车，做多黄金期货。在老李的指导下，李峰当即开好了国际黄金期货账户，并且抵押了自己的房和车子，换成了500万的现金，再加上存款和警方的50万悬赏，换了足足90万美刀，并且他还做了20倍的杠杆，90万瞬间变成了1800万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李峰便照着老李的建议，拎着行李箱去女朋友那里暂住了。刚进门，李峰就和宋丽丽开了个玩笑：老婆，我破产来投奔你了。破产了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啊。李峰一边笑着，一边双手张开，朝着宋丽丽迎了上去。按照往常，此时的宋丽丽肯定一头就扎进了李峰的怀抱，但是今天，宋丽丽直接一巴掌将李峰的手拍了下去。你破产了？好端端怎么会破产了？前段时间我抵押了房子和车子，抄底了黄金期货，谁曾想到直接大跌了，我的期货也被强制平仓了，现在房子和车子都被收走了，身上就剩2000块钱了。老婆，接下来我就要靠你养我了。原本只是句玩笑话，瞬间就让宋丽丽破防了。只见宋丽丽满脸的不耐烦：什么？我养你？李峰，你开玩笑吧？当初你追我的时候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说了以后会给我买车买房，现在不仅没做到，反而还要我贴钱养你，你疯了吧？分手，现在就分手，没得商量了。李峰顿时愣住了。分手？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这种时候女友不是想着安慰他，而是直接提出了分手。李峰不死心地问道：丽丽，你不是在开玩笑的吧？开玩笑？宋丽丽反问道：李峰，你觉得我为什么会同意和你在一起？就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我有钱。没错，你能给我想要的生活，艾薇、古城、香尼尔都是我想要的。但是现在你破产了，这一切都没了，你觉得我还会愿意和你在一起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分手吧，只是希望以后你不要后悔。
这个女人真的是喂不熟的白眼狼。行，李峰，那你现在给我滚出去，这是我的家。宋丽丽指了指门外，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。呵呵，宋丽丽，分手肯定是没问题的。李峰冷笑一声，但是你是不是忘记了一件事情？忘记了事情？宋丽丽虽然有些懵，但还是下意识地问道：什么事情？你恐怕忘记了，这房子是我租下来的，租赁协议也是我和房东签约的。要离开也是你离开吧，收拾你的行李，滚吧。对方如此无情，那就别怪他了。什么？李峰，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了，你让我上哪去？这男的也太下头了吧！上哪去我管不着。李峰冷冷地说道：你身边高富帅那么多，还愁没地方去了？好，李峰，算你狠，我走。哼，真下头。宋丽丽冷哼了一声，转身便回到房间去收拾行李了。20分钟后，宋丽丽拖着2个大大的行李箱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世态炎凉啊，谈了这么久的女朋友都这样，不知道别人也会不会。想到这里，李峰随即给自己的几个好朋友打去了电话，顺便让他们也投资点黄金期货，这可是发财的绝佳机会啊！苟富贵，勿相忘。李峰第一个呼叫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大学好室友，2个人是头对头睡的，关系特别好。林童，我是李峰，睡了吗？还没呢。咋了，老李？和咱们宋大西花吵架了？我看宋大西花都被你逐出家门了，你小子可以啊！林童的语气中有些许嫉妒。李峰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没有，是他和我分手的。啊，老李，你被甩了？怎么会？你可是高富帅啊！林童有些意外地问道。高富帅也会被甩的吗？现在是高穷帅了。李峰叹了口气，林童，我破产了，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要向你借1万块钱，1个月后就能还给你。破产了？老李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林童满脸不可置信地问道。你股票被套住了，最近证券市场的行情不是挺不错的吗？不是国内的市场，是国外的。我做多了黄金期货，结果黄金下跌，几百万全都亏完了，房子和车子也都亏进去了。啊，全亏完了？林童眼中的震惊之色更深了。几百万就这么没了，房子车子都没了，这也太快了吧！是啊，老林，我现在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，所以想向兄弟你借1万块应应急。你放心，1个月后我肯定连本带利还给你。1个月后，李峰就能有2个亿的财富了，就算100倍还给林童也不是问题。老李，抱歉啊，我刚刚给了我女朋友8万的彩礼，身上实在没钱了，要不你问问别人吧。8万彩礼给女朋友？这蹩脚的理由差点让李峰笑出来，这摆明了就是不想借钱，随便编了个借口。老林，不就是1万块吗？你至于无中生有吗？1个月后，就算我还不起了，我家里人也能替我还啊。就1个月，我可以写借条。别忘了，以前在寝室里，我请你吃饭，带你玩，还给你买礼物，花的钱加起来都不止1万了吧？而且上大学的时候，你把学费拿去赌博花掉了，还是我给你垫的1万块钱，你就当是还我的人情。李峰本来是不愿意提起当年的事情的，但是这个时候不得不打感情牌了。林童有些不爽地说道：李峰，我知道你以前对我好，但是我也给你做了很多事情啊，过去的事情没有必要提了吧？做了很多事情，比如……李峰冷笑一声，这家伙除了吃他的喝他的还做了什么？回他说得出来。比如林童一时语塞。行了，别比如了，你就说借不借吧，1万没有，1500的也行。抱歉了，李峰，我的确拿不出这么多钱，你再找别人吧。话音落下，林童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没有继续给李峰说话的机会。当他再一次给林童打去电话，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。呵呵，这就是所谓的兄弟，真是瞎了眼了。犹豫了一下，李峰又给另外2个室友丁康和杨嘉诚打去了电话，但是电话接通后，还没等李峰开口，这2个家伙直接就以有事挂断了电话。接着，李峰也同样被2人给拉黑了。这2个王八蛋，亏上学的时候我对他们这么好。李峰怒骂一声。第二天，李峰起床后，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被大学班级群给移除了群聊。好端端怎么就被移出群聊了？正当他准备找个同学问问时，老李发来了消息：小李峰，早上好啊，是不是刚起床就发现自己被班级群给踢出来了？咦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不是来嘲笑你的，大学群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势利眼，你没必要为了他们生气。林童是他们班的班长，也是群主。好了，小李峰，别想这些事情了，同学朋友的态度你都知道了，我建议你现在可以回家，看看那些亲戚的嘴脸。回家。当李峰拎着行李回到家中时，李峰的父母都有些吃惊。小峰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，还带着行李？爸妈，我没事，就是和宋丽丽分手了。爸，分手了？怎么回事？小峰，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女孩子的事情？哎呀，爸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。没想到丽丽居然是这么虚荣拜金的女孩子。李妈叹了口气，之前我还对她印象挺好的呢，长得漂亮，身材也好，皮肤也很白，谁知道……妈，你别说了，都过去了。
现在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还不迟。要是以后结婚了，等我真的出事情了，他再来这么一下，那咱们家就完蛋了。没错，儿子，你说的对，爸爸支持你。李爸连连点头。只是儿子，你把房子都抵押了，会不会有风险啊？我听说期货的风险是很高的，万一亏了，你这些年不都白干了吗？放心吧妈，不会有事情的。这一次我肯定能大大赚一笔，等赚到钱了，我给你们换大别墅。别墅就算了，只要你自己过好了就好了，这里我们住着也很舒服了。李妈摇了摇头。小峰，我给你转了5万块钱，你临时应急吧。爸，不用了，我有钱。收下吧，这些本来就是你上大学赚的钱，这些年你陆陆续续给我们转了近100万了，我都给你留着呢。我们也花不了这么多钱，以后正好给你。不过我怕你脑子一热，把这些钱又全都扔进股票里，所以就先给你5万了。行，老爸，等1个月后，我一把倍还给你们。当天晚上，为了欢迎李峰回家，李爸特地把几个妹妹一起叫到了家里吃饭。李峰的爸爸有3个妹妹，他是家里的大哥。什么？小峰破产了？不会吧，大舅哥，好端端的怎么会破产呢？大舅哥，我早就说让小峰大学毕业后去考公了。你看看我家香玉，都考上教师编了，铁饭碗，工资还高。听到李峰破产后，孙德忠丝毫没有关心的意思，反而借此炫耀了起来。德忠，今天请你们3家过来，也是想着你们这些姑姑姑父能帮帮小峰，他想要重新创业，需要一笔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孙德忠打断了。大舅哥，我们的情况你也知道，香玉刚上班，我们还要给他买车，车子都看好了，米池 GLB 落地要30万呢。孙德忠话音落下，大姐和二姐一家人顿时朝着他投来羡慕的眼光。呵呵，小姑父，也就是说你不借钱是吗？我只要5万的启动资金，你能拿多少给我拿多少吧。抱歉了，小峰，你姑父我实在是拿不出这么钱啊，要不我给你拿个500吧，就算是小姑父支持你创业的一点心意吧。孙德忠说完，从口袋里掏出500块现金，丢在了桌子上，接着起身拉起来妻子和2个女儿。大舅哥，我们还有点事情，饭就不吃了。香玉、香金，咱们走吧。舅舅再见，舅妈再见。大哥，既然这样，我们也先走了。看到孙德忠要走，李峰的大姑和二姑也站了起来。行，大姑二姑慢走，不送了。不用送了，不用送了。李峰的大姑二姑连连摆手，一行人就要离开。李爸猛地从位置上站起来。等等，孙德忠，把你的500块钱拿回去，我们家还不至于穷的要你这500块。众人离开后，李爸气得在屋子里团团转。气死我了，真的气死我了！这3个妹妹，我真的是白疼了。尤其是老三，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了？当初咱们给老三的资助是最多的。好了，爸，这不正好吗？早点看清他们的嘴脸，以后就没必要来往了。儿子，都听你的。李爸用力的点了点头。这一次他是真的看透了。李峰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老李，听说你破产了。给李峰打电话的人叫做孙有伟，是他的大学同学。是啊，老孙，我是破产了，恐怕现在班级群里的人都在嘲讽我吧。也没有那么夸张。李峰，这是5万块钱，先给你应应急，我这边不着急，你什么时候用完了再还给我也不迟。老孙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个钱是你辛苦攒下来的吧？我不能要的。行了，又不是白给你的，是我借给你的。上大学的时候我爸生病抢救，要不是你的2万块钱，恐怕我爸就要病死了。这笔钱你先拿着用，什么时候有钱了再还给我就行，不着急的。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还有事情要忙，先挂了。孙有为话音落下，直接就挂断了电话。李峰连句谢谢都没来得及说。看来我李峰的人缘也不是很差嘛。收下了钱，李峰道了谢后，手机的消息提示音再一次响了起来。李峰，你破产了。楚嫣然，李峰大学的校花，也是李峰隔壁班的同学。大四第1个学期末，1班和2班一起举行了个联谊会，算是欢送大学生涯的结束。就在那个联谊会上，李峰和楚嫣然都喝多了。第2天，2个人是一起在酒店邂逅来的。中间发生过什么，那就不用说了。后面李峰也想找过楚嫣然，好好的聊聊那天晚上的事情，但是对方一直都不搭理李峰。自己刚官宣破产，楚嫣然就冒了出来。难不成楚嫣然是来关心他的？是啊，大校花一次性亏了500多万，现在我手上就剩下2000块钱了。李峰发完消息后，楚嫣然那边沉默了下去。看来是我想太多了。李峰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就在他犹豫要不要把楚嫣然从自己的联系人列表中删除时，一条新消息突然跳了出来。李峰，这是20万，你先拿去应应急。看到这条消息，楚嫣然居然给我转钱了，而且还是20万，怎么可能？个10、100、10万，真的是20万。楚嫣然居然给我转了这么多钱。看清楚转账金额后，李峰愣在了原地，半天反应不过来。李峰突然有些生气地问道：“楚大校花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想帮帮你。谢谢，我不需要你的帮忙。就在李峰以为这一场闹剧就这么结束时，楚嫣然又给李峰发来了消息：“李峰，你女朋友和你分手了。”
没错，分手了。哦，楚嫣然回了一个“沃”字，接着就没有下文了。李峰看到对方不说话，也就不再多言，就准备睡觉了。就在他快要进入梦乡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再一次响了起来。李峰，我给你生了2个孩子，一男一女，你要不要来看看？这句留言似乎是楚嫣然深思熟虑之后发过来的。生了2个孩子，而且还是一男一女。天哪，怎么可能？你没有开玩笑吧？没有，明天早上10点，上海新锐咖啡店我等你，不见不散。晚安。楚嫣然便再一次消失了。无论李峰发了什么，对方都不再回复，微信电话也没有人接，似乎是真的睡觉了。李峰只能去求助老李，但是老李那边也是没有任何回复。可恶！就这样翻来覆去，好不容易熬到了的第2天，出门之前他又给老李发了条消息，对方依旧没有回复。李峰来到咖啡馆，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让他觉得分外的漫长。你是楚嫣然？李峰，嫣然，坐吧。我想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了。李峰对着楚嫣然做了个请的手势。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还好吧，2个宝宝都很乖，除了一些流言蜚语之外，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作为父亲，他的确是失职了。能让我看看2个孩子的照片吗？当然可以，这里面都是2个宝宝的照片，你可以随便看。嫣然，2个宝宝叫什么名字？男宝是哥哥，叫做韩博；女宝是妹妹，叫做韩月。韩博、韩月。李峰将这2个名字牢牢地记在了心里。登记的时候，我给他们登记了你的姓。我的姓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叫李韩博和李韩月。李峰有些不敢确信地看着楚嫣然。嫣然，谢谢你。不用谢。其实原本我也是不想来打扰你的，只是突然听说你脱产，女朋友也和你分手了，怕你想不开，有了孩子的牵挂，想必你也能好受一点。谢谢你，嫣然。其实我也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。李峰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我听说你以前投资都是非常谨慎的，怎么这一次如此激进？500多万，居然全都压进去了。哈哈，其实这都是谣传啦，我并没有破产，只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。李峰简单的将这2天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。楚嫣然满脸不可思议说道：啊，这些人怎么这样啊？尤其是你女朋友，怎么可以一听说你破产了就跑了？这也太没有责任心了吧！2年的时间，难道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哈哈，其实也挺好的，提前看清了一个人的人品，总比真到了危急时刻被背叛要好多了。李峰，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楚嫣然满脸的不解。既然你没有破产，怎么大家都在传你破产的事情？哈哈，其实我确实是抵押了房车，并且全部投资到了黄金期货市场。李峰将自己预测毛熊和2毛即将开战的事情告诉了楚嫣然。嫣然，你也是学金融的，应该知道乱世黄金，盛世古董这个道理。再过几天，甚至有可能就是明天，黄金必定会大涨。如果你手上有闲钱的话，我建议你也投资一点，绝对不会失望的。战争？楚嫣然怔了怔。李峰，你真的太冲动了，再怎么看好形势，也不至于把房子都抵押了啊。哈哈，嫣然，放心吧，黄金肯定会涨的，相信我。好吧。那个，嫣然，我能去看看2个宝宝吗？当然可以，不过李峰，去见2个宝宝之前，咱们先去一趟医院。去医院做什么？难不成是2个宝宝生病了？当然不是啦，宝宝们很健康，从出生到现在还没有生过病呢。我的意思是，咱们先去做个亲子鉴定，万一宝宝不是你的，你不是白高兴了吗？宝宝不是我的。似乎是看出了李峰的心思，楚嫣然的俏脸顿时一红。你胡想什么呢？人家到现在就你一个男人，我是怕你不相信。哦，这样啊。其实看到2个孩子刹那，我就觉得这肯定是我的孩子，亲子鉴定什么的也没必要做了。谢谢你，李峰。不过李峰，咱们还是要去做一下亲子鉴定，这也算是给你的一个交代。2个宝宝的血液样本我都提前在医院采集过了，医院那边我也打过招呼了，咱们直接去就好了。行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咱们就先去医院吧。现在的鉴定是非常快的，也就2个小时左右，鉴定报告便出来了。嫣然，你说的没错，2个宝宝的确是我的亲生孩子。嫣然，你出来这么久，2个宝宝没有关系吗？他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是下午1点了。出来这么久，孩子不需要喂奶吗？下意识的，李峰朝着楚嫣然胸口看去。你瞎看什么呢？可没有看什么，没有看什么。宝宝都1岁多了，都已经喝奶粉了，不需要我喂奶了。而且家里请了保姆，他会照顾宝宝的。哦，这样啊。李峰没想到自己距离楚嫣然也就是一条马路的距离，2个人硬是2年都没有遇见过。苏姐，我回来了。楚女士，您回来了。2个宝宝刚醒，我正在喂奶呢。嫣然，这就是我的孩子吗？他们比照片上还要可爱。是啊，这1年多要不是2个宝宝给了我无限的鼓励，
恐怕我早就坚持不住了。谢谢你，嫣然。这是我自己生的孩子，不需要你谢的。其实我从来没有怪过你，反而非常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成为2个孩子的妈妈。嫣然，我来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吧。你是孩子的爸爸，第一次见面，多陪陪孩子吧。楚嫣然便拿着奶瓶离开了。爸爸。大宝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般，喊出这个字后，立马一刻不停的大声喊着爸爸。似乎是被大宝影响到了，小宝也跟着喊了起来。爸爸。2个孩子一边喊着，一边冲着李峰伸出了手，一副想要爸爸抱抱的样子。第一次抱抱，在线求助，怎么抱啊？嫣然，快来，快过来！李峰朝着刚刚走进厨房的楚嫣然大声喊道：啊，怎么了？嫣然，你快来，我快不行了。看到楚嫣然走进来了，李峰连忙呼救。李峰，你连孩子都不会抱吗？你一个个抱吧，2个宝宝都已经大了，怎么抱都没关系的。楚嫣然扑哧笑了一声，这我不行了。哈哈哈，没事，你先坐下，我教你怎么抱。李峰，你横着拖住宝宝的屁股，只要宝宝坐在你的臂弯上了，就能抱得牢牢的了。玩闹了一会儿，2个宝宝便去睡觉了。嫣然，带孩子真的辛苦了，这1年多的时间，委屈你了。李峰满眼心疼地看着面前娇滴滴的女孩子。不委屈的，我也是非常享受带娃的过程的。对了，嫣然，能教我怎么给孩子冲奶粉、换尿不湿吗？最近一段时间我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，正好带孩子。当然没问题了。当天晚上，2个宝宝喂完奶睡觉后，李峰便准备回去了。嫣然，我看苏妈一个人带2个宝宝可能有点吃不消，要不明天我让我妈过来吧。啊，让你妈过来，会不会太快了？听到李峰的话，楚嫣然顿时吓了一跳。你放心吧，我妈很好相处的，也很会带孩子。她要是知道你给我生了2个孩子，肯定会很开心的。楚嫣然有些纠结地说道。这行吧，不过李峰，你语气好一点，要是你母亲不愿意来的话，千万不要勉强。放心吧，我妈绝对会很开心的。李峰拍了拍楚嫣然，示意她安心。一个细微的动作，顿时让楚嫣然俏脸微红。那你回家注意安全。好。李峰，今天是不是很开心啊？老李，你他娘的终于上线了。这老小子这个时候出现了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抱歉，昨天和老婆孩子一起出去旅游啊，没怎么看手机，把你给忘记了。老李嘴上说着抱歉，但是文字后面跟了个笑脸。老李，你说的老婆孩子是？李峰有些期待。哈哈，你猜的没错，我老婆就是楚嫣然，我们有4个孩子。楚嫣然，4个孩子，看来未来的自己生活得很幸福嘛。老李，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让我梭哈了黄金期货，我也不会遇到之后的事情，更不会遇到楚嫣然了。虽说钱还没赚到，但是现在已经赚到了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了。哈哈，谢啥，都是自己人，帮助你也就是帮助我自己。对了，我今天找你就是要告诉你，明天毛熊和2毛就要开战了，你盯着点期货市场，如果还有闲钱的，尽量加仓加一点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李峰顿时兴奋起来。哈哈，老李，这的确是好消息，我就坐等你收钱了，没问题。哈哈，那就不和你说了，今天晚上我准备和我老婆造第5个宝宝呢，先去忙了哈。看着老李发来的话，李峰满脸都是羡慕。小峰，怎么这么晚回来啊？吃饭了吗？没吃的话，妈给你去做饭。爸妈，我有事情通知你们。行，请领导指示。领导，我们已经做好了，请你指示。可，爸妈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。儿子，你要通知的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我也不确定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大体来说应该算好事吧。好事啊，好事的话我们就勉为其难的听一听了。儿子，快点，有什么事情快说，一会儿我还要去敷面膜呢。好，敷面膜，希望一会儿你还能敷得下去吧。妈，如果我说想请你去照顾2个1岁多的孩子，你有没有时间啊？照顾2个孩子？李妈听到这话，连连摇头。儿子，老妈好不容易把你养大，熬到退休，眼看就要享福了，你舍得让你妈我去给人家当保姆吗？李爸也在一边跟腔。是啊，儿子，你这也太狠了吧！我还想着和你妈多过一段2人世界呢。不去，说什么都不去。我也不允许你妈去给人家当保姆，咱家不差这点钱。就是，老2口的态度居然如此的一致，这让李峰有些意外，这场面还真的少见呢。如果我说那2个孩子是你的孙子孙女呢？那也不去，别说是孙子孙女了，就算是重孙子重孙女，我也……等等，你说什么？李妈话还没说完，突然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。孙子孙女，没有听错吧？李妈扭过头看了一眼身边的李爸，想要向李爸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听错了，但是此时的李爸也是满脸呆滞的看着他。妈，你们没事吧？良久，还是李爸率先反应过来，冷着脸对着李峰严肃的说道：李峰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什么孙子孙女？
你别告诉我你在外面给我们搞出了个孙子孙女来。看到李爸的样子，李峰暗呼一声不好，尤其是李爸直接呼喊他的大名的时候，也是最严肃的时候。是的爸，我有2个孩子，已经1岁多了。李峰简单的将事情经过讲了一遍，老两口再一次沉默了下去。就在李峰以为要迎接父母的混合双打时，李爸和李妈快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接着转身朝着卧室走去，直接忽视了忐忑中的李峰。爸妈，你们干什么去啊？干什么去？给你准备彩礼去！你个臭小子，孩子都有了，还把人家小姑娘晾在那里，像什么话？现在我们就换衣服，去看儿媳妇和孙子孙女。别啊妈，今天已经9点多了，嫣然和孩子们住在我房子对面那个小区，等你到了都快11点了，这么晚了，就不要去打扰人家了吧。对哦，咱们这么贸然过去也的确挺不合适的。李妈点了点头，表示认可。儿子，这样好了，明天妈先跟你去见见那个女孩子。你不是说让妈去带娃吗？没问题，妈最喜欢的就是带娃了。李峰直呼好家伙。李峰回到房间，给楚嫣然打了个电话，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楚嫣然。对了，李峰，我给你的20万你怎么还不收下？嫣然，不用了，我有钱，再过几天我就能收回一部分钱了，所以你不用给我打钱了。以后孩子的日常开销也全部由我负责。这样啊，那行吧。楚嫣然没有再坚持。如果你资金紧张，随时联系我就好了。没问题。次日，李峰被李妈早早的从床上拉了起来。妈，你干嘛呀？我今天没事情，让我再多睡一会儿。李峰顶着2个黑眼圈，有些无语。睡，你还有心思睡？李妈没好气的一巴掌拍在了李峰的脑门上。快起来，带我去见大孙子。啊，妈，这也太早了吧，现在才6点呢。李峰看了一眼时间，顿时无语了。早什么早？快起来！你要不起来，我就自己去了。我可是知道你家在哪里的，大不了去了那边挨家挨户问好了。别，我服了你了，我这就起床。李妈先来到了菜市场，买了一大堆的菜，接着2人拎着大包小包来到了楚嫣然的家中。天哪，你就是嫣然吧？你长得也太好看了吧！阿姨您好，您就是李峰的妈妈吧？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嫣然，阿姨给你买了点菜，中午让你尝尝阿姨的手艺。楚嫣然吓了一跳。哎呀，阿姨您太客气了，您是客人，怎么能让您下厨呢？没事，你别把阿姨当成外人，阿姨也不把你当成外人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李妈的话让楚嫣然俏脸微微有些发红。阿姨，您先别忙了，我带您去看看2个孩子吧。啊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那是您的亲孙子和亲孙女，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好，谢谢你，嫣然。哎呀，这真的是我的大孙子呀，他和小峰长得一模一样，还有我的宝贝大孙女，和他妈妈一样，都是美人坯子。老李，你说的没错，今天黄金大涨了，我的期货涨了50%了，哈哈，淡定，现在还不是最高点，坚持2个星期，你就能成为亿万富翁了。我知道。接下来一天，李峰和李妈便在楚嫣然家待了一天。吃完晚饭后，楚嫣然开着车将2人送回去。阿姨，李峰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嫣然，路上注意安全，到家了和我们说一声。好。楚嫣然说完，便开着车离开。儿子，嫣然这丫头很不错啊。的确挺不错的。李峰下意识的点了点头，表示赞同。那你还不加油把人家娶回家？孩子都已经有了，你打算以后让2个孩子管别人叫爸爸吗？李妈有些恨铁不成钢的看着身边的儿子。可，妈别着急，慢慢来。慢慢来个屁！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要是拿不下，你就别想进家门了。李妈丢下狠话，转身便回到了家里，只留下李峰一个人在风中凌乱。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半个月，黄金已经涨到了每盎司2000美刀。李峰没有犹豫，在2040时候开始进行清仓操作，扣除掉手续费和各种税费，最后到手正好8000万美刀。李峰又根据老李的提示，选择了在汇率最高点换汇，7.3的汇率，8000万美刀，直接变成了5亿8400万软妹币。将房子和车子赎回后，手上还有5亿7800万左右。半个月的时间，李峰从一个身价100万的小土豪，彻底变成身价5个多亿的大富豪。哈哈哈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变成了亿万富豪。看着银行卡上静静的躺着的5个亿，李峰忍不住开心的大笑了起来。有老李在，以后我必定会成为大亨。老孙，我已经将黄金期货清仓了，本金加利息，收好哈。李峰，这太多了，我就给了你5万，你也只用了2个星期，就算是高利贷，也不至于有那么高的利息了。你快把卡号发给我，我打还给你。哈哈，没事了，你的那5万块钱也被我投进了期货市场，这一次我赚大发了，这就算是给你的分红了。李峰，你也太激进了吧！不过你真的好有远见啊，居然会猜到黄金会上涨，而且还那么有魄力，活该你赚钱啊！孙尤为羡慕地说道。哈哈，老孙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还愿意帮助我。
李峰，你说这话就客气了，我只是略尽绵薄之力罢了。不过这20万我肯定是不能收的，我微信转给你，你一定要收下。老孙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，这一次我足足赚了5个多亿，你的5万也在里面的，只给你15万，已经算是少的了。5个多亿！天哪，李峰，你居然真的赚了这么多钱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孙尤为的眼珠子都要掉在地上了。哈哈，运气，纯属运气。老孙，现在你可以放心收下了吧？15万，对现在的我来说，真的只是洒水了。之后，李峰又将自己的收益图发到朋友圈，并且附文：2个星期的操作，抵押房车，20倍杠杆做多黄金期货，2个星期日日夜不愚昧，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，清仓赚米。嫣然，中午有时间吗？我来接你一起吃个饭吧。楚嫣然有些惊讶的声音传出来。对啊，你有时间吗？有时间，有时间。我现在把公司位置发给你。给李峰发去定位后，便匆匆挂断了电话。小陈，下午的会议取消，我有别的事情。好的，董事长。楚嫣然这边吩咐完秘书后，就精心打扮了起来。车子刚开到公司门口，楚嫣然也恰好从公司走了出来。嫣然，李峰，楚嫣然身后有几个准备出去吃饭的公司员工，恰好看到了这一幕，一时间所有人的眼睛都亮起。董事长居然有男朋友了，那我岂不是没机会了？李峰开着车，带着楚嫣然来到了一处西餐厅。嫣然，你把你的卡号给我一个，我给你打点钱，就当是你的生活费。李峰，哪里来的钱？这不把黄金分仓了吗？赚了，我都发朋友圈了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李峰一边说着，一边将自己的收益图展示在了楚嫣然的面前。5个多亿！天哪，李峰，你到底加了多少倍杠杆啊？楚嫣然满脸震惊的看着李峰手机的收益图，不多，也就20倍。真是撑死胆大，饿死胆小的。李峰，我现在才知道，你真的是个投资疯子。现在我有钱了，嫣然，你快把卡号给我。作为父亲，我怎么也要表示一下的。行，那你不要给太多，宝宝们还小，也花不了什么大钱。李峰郑重其事的点了点头。我转给你了，你看一下收到没有？好。当他看到李峰给自己打的金额时，整个人都懵住了。1000万，李峰，你疯了吧？给我打这么多钱做什么？就是点小钱，以后我赚的钱会越来越多，我会养你和2个孩子，你也不用那么辛苦去上班。行，反正你是2个孩子的爸爸，我就给孩子们先存着了。正式办完后，2个人便闲聊了起来。李峰的朋友圈一发出来，一群人在朋友圈给李峰点赞。天哪，李峰你不是破产了吗？怎么赚了这么多钱？个10百千万，5个亿，我连明超都没见过这么多。林总，你到底投资了什么？带一下兄弟呗。瞧瞧人家，大学刚毕业2年，手上就有5个亿了。再看看我们，5万都拿不出来，羡慕啊！优秀的人果然什么时候都是优秀的。我就说李峰怎么可能破产吗？快转发到班级群里，让林峰他们3个人看看。很快就有人把李峰朋友圈的截图转发到了班级群，并且艾特了林童、丁康和杨嘉诚3人。此时3人正坐在一起吃饭。老林，真的得多谢你告诉我们李峰破产的消息。要是我们不知道，辛苦多年赚的钱，没准真的要被他骗去了。来，敬你一杯。丁康和杨嘉诚一边说着，一边笑呵呵的冲着林童举起了酒杯。哈哈，李峰这家伙，大学牛逼了4年，总算是栽跟头了。林童大笑一声，这家伙真以为在股市上赚点钱就有多牛逼了，现在好了，估计亏的裤衩子都没了。宋大美女也和他分手了，爽，实在是太爽了。林童一直以来就是把对方当成了提款机。哈哈，我都想去追宋丽丽，这娘们的身材实在是不错，这几年便宜李峰了。丁康的脸上露出了阴笑。老丁，你还喜欢捡破鞋呢？哈哈，要是免费送上门的，你不泡吗？就是玩玩而已，谁还真去捡破鞋了？有点意思，让他对比一下，到底是我身材好，还是李峰身材好？哈哈哈！就在这时，3人的手机突然叮咚叮咚响了起来。发生了什么了？怎么班级群里这么多人艾特我们？群里怎么这么热闹？他们在聊啥？他们聊天就聊天吧，艾特咱们做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李峰居然在黄金期货市场上赚了5个多亿，他不是破产了吗？林童猛地从位置上站起来，看着手机上的收益图，惊讶一声。天呐，李峰居然真的赚了5个亿！我看到孙尤为说他借给李峰5万，李峰还了20万。我决定了。丁康突然站了起来。我也决定了。杨嘉诚也同样站了起来。你们决定了什么？我们决定和李峰道歉。这件事情就是你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诚心一点，李峰肯定会原谅我们2个的。身旁的杨嘉诚也是配合着连连点头。你们2个家伙，这变得也太快了吧！呵呵，林童，要不是你在那里胡说八道，我们怎么可能和李峰闹翻了？别说变得太快了，我都想当场揍你一顿了。丁康冷笑一声，和杨嘉诚转身就走。你们以为就你们会道歉吗？我和李峰的感情
根本就不是你们能比的。想到这里，林童打开手机，想要给李峰发消息道歉。打开微信后，他才想起来，他已经把李峰给删除好友了。于是，林童立刻给李峰打去了电话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李峰，是我啊，你的好室友林童。我是林童同学啊，请问有什么事情吗？林同学，请问。听到这几个词，林童的笑容也有些僵硬。李峰，最近怎么样啊？呵呵，还行吧。林童同学，有什么话就直说。你知道的，我不喜欢拐弯抹角的人。呵，李峰，我那天不是故意不借给你钱的，我女朋友那边真的要彩礼，我这不是……等等，林童同学，你的钱给谁了？不关我的事情，我也没有兴趣知道。你给我打电话，要是为了解释这个，那就大可不必了。要是没有别的事情，我就先罢了，以后别联系了。等等，李峰，我还是想和你道歉。咱们大学4年，你总不会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吧？听到这话，李峰直接挂断了电话，并且果断将林童拉黑了。林童电话刚挂断，微信又收到了林童加好友的申请，还有丁康和杨家人。李峰根本就没有搭理，直接就将他们加入了黑名单。这个可恶的李峰，居然这么不给面子！林童再一次申请加好友，发现已经被李峰拒绝添加好友了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就在林童黔驴技穷的时候，他突然看到了宋丽丽发的朋友圈。今天宋丽丽照常和一个备胎出去约会。建松，给人家买这个包包好不好？也就25000块。他身边的这个建松是宋丽丽公司的同事，比宋丽丽大个7、8岁。短短2个星期的时间，他在宋丽丽身上都花了20几万了。丽丽，昨天不是刚买过一个艾薇吗？那个也是2万多，要不这个先不买了。不吗？人家就要这个包包，你要是不买，人家就让小刘给我买了。他早就说要送人家礼物了。小刘是宋丽丽的同批同事，也一直在追求宋丽丽。啊，买，不就2万多块钱吗？我这就给你买。嘻嘻，建松，你真好。就在这时，走在前面的宋丽丽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林童，宋丽丽，你还能联系到李峰吗？你知不知道他在股市赚了5个亿？5个亿？怎么可能？林童，这图不会是 PS 的吧？不是 PS 的，是真的。半个月前，我们班有个同学借给了李峰5万，就在今天，李峰还给人家20万。天哪！宋丽丽感觉手上25000块钱的香奈儿顿时不香了。丽丽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陈建松，抱歉了，我家里有点事情，就先回去了。丽丽，你家里出什么事情了？我送你回去吧，没准还能帮到你。不用了。宋丽丽摇了摇头，这事和你没关系，我先走了，以后没事不要联系我了，我怕我男朋友误会。宋丽丽说完，转身就拎着包离开了。陈建松愣了愣，该不会是宋丽丽和她前男友复合了吧？宋丽丽，你个贱人！宋丽丽甩掉陈建松后，立刻给李峰打去了电话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阿峰，是我，丽丽。宋丽丽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阿峰，我想你了，咱们和好不好？我舍不得你。舍不得我？宋丽丽，你是舍不得我，还是舍不得我的5个亿？阿峰，你真的赚了5个亿？没错，就是你和我分手那一天，我抵押房车换了500多万，全部做多黄金期货。事实证明，我赌对了，20倍的杠杆，让我赚了足足5个亿。天哪，阿峰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当初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阿峰，我不是因为你的5个亿才想和你复合的，我是真的想你了。哦，你真的后悔了？对啊，阿峰，以后我绝对不会让你再给我买这个买那个了。如果你能原谅我，以后每个月给我买一个艾薇或者古城就好了。我其实很好满足的。丽丽，1个月1个艾薇或者古城，这有点太少了吧？嘻嘻，阿峰，你要是愿意给人家多买一点，人家也是没有意见的。确实，我现在的财富，1个星期给你买个包都没问题。阿峰，那你是原谅我了？那你现在能带我去买包吗？我刚好看上一个艾薇的包包，不贵的，也就8万多块钱。可以啊，没问题，小钱。嘻嘻，那我能再买套新衣服吗？是香妮儿的，也要6万多。刚刚人家逛街都没舍得买。李峰突然话锋一转，买你个球啊！阿峰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是在和我说吗？我没听清楚。宋丽丽愣了愣，她以为自己也听错了。我说你给我滚，捞女绿场。李峰说完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宋丽丽没想到李峰会突然开口骂自己，一直到电话的忙音停止，她才反应过来。李峰，你个王八蛋！被拉黑了。接着，宋丽丽又想要添加李峰的微信，但是系统直接提示对方拒绝添加你为好友，又拉黑了。李峰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绝情？他现在十分的后悔，为什么当初自己就那么不长眼呢？爽，太爽了！这几天的气终于全出了。当天下午，李峰来到了孙有为的单位。老孙，好久不见了。李峰，你来了，是好久不见了。去我办公室先坐会儿吧。先等一下吧，你给我开张卡，我在你们银行存点钱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正好马上就要季度末了，我们网点还有很大的存款缺口呢。哈哈，那还不赶紧给 VIP 开卡？我要金卡。没问题，给你开张白金卡都没问题。
孙尤为带着李峰来到了贵宾室，并且安排了专门的柜员给李峰开卡。李峰，你的卡开好，请收好，卡片不要给他人使用，手机验证码也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好的，我明白。李峰点了点头。老孙，你这个季度的存款指标是多少？存款指标吗？我的存款任务是日均存款新增2000万。2000万啊！看来你们银行人也确实不容易。是啊，压力确实挺大的。孙尤为叹了口气。哈哈，看来我来的的确是巧了。你这里有电脑吗？我要登录一下网银，给你转个1个亿。啊！孙尤为顿时懵了，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李峰，你说赚多少？1个亿啊，这么不够吗？够了，够了，简直太够了。孙尤为连连点头。就借我台电脑吧。没问题，我这就把我的笔记本给你拿过来。孙尤为说完，立刻小跑着去拿自己的电脑了。李峰迅速将自己1个亿的资金转移到了金卡上。李峰，真的太感谢你了，你的这1个亿直接让我们网点的业绩提前完成了。哈哈，都是兄弟，没什么好谢的。我这些存款从哪里都是存在你这里，我也放心一点。老孙，你是银行的，不知道有没有二手豪车的渠道？我想买辆。二手车？李峰，你是想要买那种限量版的车吗？孙尤为好奇地问道。的确如此，一定要限量的，要小心，订车太慢了，等订到车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李峰无奈地叹了口气。这样，那你算是找对人了。我们网点有个企业客户，正好是做二手豪车的，他那里从几百万到上千万的豪车都有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吧。果然好，那就辛苦你了。小意思罢了。李峰前脚刚走，就有2个人来到了银行门口。林童，你说孙尤为会不会愿意帮我们说好话啊？他好像和李峰也不怎么熟悉吧？李峰会给他这个面子吗？肯定会的。当时我们都以为李峰破产了，在这个情况下，孙尤为还主动借给李峰5万块。我和李峰头对头睡了4年，知道他是个非常讲义气的人，所以只要孙尤为愿意充当这个中间人，李峰肯定会原谅你我的。既然如此，咱们进去吧。宋丽丽直接转身走进了银行。女士、先生，请问要办什么业务？我们不办业务，找孙尤为。找孙经理是吗？好的，请稍等，我去看一下孙经理在不在。孙经理，孙尤为都是客户经理了，进步的挺快啊。2位，孙经理就在里面的办公室，你们直接进去就好了。好的，多谢。林童点了点头。老孙，好久不见啊！你是林童？哈哈，没想到老同学还记得我呢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可是咱们班的班长，我怎么会忘记你呢？这位是你的女朋友吧？来，快请坐。孙尤为并不认识宋丽丽。孙经理，我不是林童的女朋友，我是李峰的女朋友。李峰的女朋友？孙尤为怔了怔。哦，我大概知道2位的来意了，你们应该是找我联系李峰的，但是很抱歉，如果还有误会，我帮不到你们。啊，老孙，我们就是想请你帮着在李峰面前说2句好话。当时的事情都是误会，大家同窗4年，我觉得什么误会都能解除吧。对啊，孙经理，我和李峰在一起2年了，感情一直都很好的。这段时间我也认真想过了，李峰有没有钱都没关系，只要我们2个人在一起就好了。就算吃糠咽菜，我也不会嫌弃他了。好像这个忙我帮不了。2位如果要办业务的话，我可以帮忙；如果不办业务的话，那就请在大厅坐一会儿吧，我要去见客户了。孙尤为说完，直接就起身了。老孙，老孙。林童的心里就更加不好受了。就在2人准备离开时，孙尤为的车子又开了回来。李峰去了名品二手车行，你们要真的是真心道歉的话，就去那里。名品二手车，林童立刻来。距离这里很近，公交车也就10分钟的时间。丽丽，还有5分钟，公交车就到站了，咱们现在赶过去，能马上坐上车。林童，你自己坐公交车去吧，我自己打车去。好啊，丽丽，那你带我一起吧，这还能省点钱。好，正好有空车来了，咱们走。林童，你坐前面吧，我怕一会儿李峰看到了会误会。对，丽丽，你考虑的真周到。到达目的地后，宋丽丽从火车上跳了下来。怎么了，兄弟？快付钱啊！我一会儿就要交车了，还想要再接一单呢。哦，师傅，多少钱？起步价14块钱。14块啊？那我扫给你。李峰来到了二手车车行，并且见到了二手车车行的老板。正面，郑总你好，我是李峰。哎呀，李先生，您这么快就来了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多谢郑总。李先生，听说你想买一辆好一点的车，不知道有什么要求？我们店里算是附近比较好的二手车车行了，豪车也有不少，公里数也是很小的，就是不知道你想要大概什么价位的。最好是跑车，价格嘛在1000万以上的。1000万以上的跑车？怎么，郑总你这里没有吗？李先生，您要的1000万以上的跑车，我们店里的确没有。正面摇了摇头。这样啊，李先生，我们店虽然没有，但是我认识一位大少恰好要出手一辆跑车，只是价格上有点贵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。为什么要出手跑车？
可以了，郑总，是什么车？对方出价多少？如果我喜欢的话，价格不是问题。对方的车子是一辆帕尼尼风之子，开价3500万，里程不到5000公里，全车都是原厂原漆，没有发生过任何碰撞。尼风之子，在大夏拥有这辆车的人绝对不超过2手之数。李先生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们这边可以立刻帮您联系车主，过户手续我们也会帮您一起办理的。没问题，郑总，如果对方愿意卖，我立刻就可以付钱，全款。好的，我这就帮您联系。李先生，这是你的车钥匙，请收好。今天的事情多谢郑总了。李先生客气了，我这只是举手之劳罢了。正面摇了摇头，二人寒暄了一会儿，接着李峰便准备离开了。李峰，你真的在这里？你怎么来了？是老孙告诉你们我在这里的吧？是的，阿峰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我真的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，我保证以后就算你一贫如洗了，我也不会再离开你了。老李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是真的因为女朋友彩礼的问题没办法借你钱的。你放心，这样不懂得体贴的女朋友我已经和她分手了，以后咱们兄弟还像从前那样好不好？抱歉了二位，从那天起你我就是路人了，请让开，我要走了。李峰，你等等，我和你一起走。就是他家倪风之子，李峰这家伙为什么就这么牛逼？他的运气为什么就这么好？就连我心中的女神都要跪舔他，不公平，真的不公平啊！宋丽丽，别来纠缠我了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现在我去接我女朋友下班了。当初知道我破产了，要离开我的人是你，现在知道我发达了，你又想回来了。你真的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那些鬼话？还是你以为我还是那个17、18岁会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小孩子？你再这样，我就报警说你骚扰我了。阿峰，我知道你一定是在骗我的。咱们分手才1个月，你怎么会有女朋友的？我不相信。不相信？呵呵，我不仅有女朋友，我们连孩子都有了。李峰冷笑一声，接着直接掏出自己的手机，打开了楚嫣然的照片。看看吧，这就是我的女朋友，这2个是我的孩子。突然间，宋丽丽感觉自己头顶绿油油的，李峰也没有客气，一脚油门踩，帕尼尼风之子直接钻了出去，只留下宋丽丽一个人在风中凌乱。过瘾，实在是太过瘾了，跑车的感觉果然和普通的车不一样啊。李峰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5点了，距离楚嫣然下班也快了，于是他拿出手机给楚嫣然打去了电话。喂，李峰，怎么了？有事情吗？嫣然，你是5点半下班吗？我已经在你公司楼下了，一会儿我接你回去。啊，你来接我了吗？不用的，李峰，我自己可以回去的。楚嫣然有些受宠若惊，她还是第一次被男性朋友接送，有些不好意思。现在我已经在你公司楼下了，不着急的，我可以慢慢等。李峰说完，不等楚嫣然拒绝，直接就挂断了电话。楚嫣然愣愣的拿着手机，半天才反应过来。小陈，我今天有事情先走了，你也下班吧。说完，楚嫣然便急匆匆的出门了。嫣然在这里。李峰，你换车了？对啊，一辆2手车，刚在2手车市场淘来的，车主没怎么开过，和新的也差不多。哦，这样啦。楚嫣然恍然大悟般的点了点头。这车确实挺漂亮的，很符合你的气质。哈哈，嫣然，你嘴巴真甜，快上车吧，带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飞驰人生。好，谢谢你，李峰。你不是5点半下班吗？怎么提前出来了？李峰好奇地问道。哦，我今天出外勤，打的外勤的卡，所以可以早点下班。一会儿5点半了，随便在外面打个卡就好了。楚嫣然随意编了个借口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倒是挺好的。李峰开着车回到了楚嫣然的家中。与此同时，宋丽丽也满脸失落的回到了自己家中。妈，我回来了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也不知道你一天天的都在忙什么。1个月7、8千的工资，至于忙成这样吗？妈，我工作上的事情你不要瞎评论好吗？你也不懂。眼前这个中年女人正是宋丽丽的母亲叶桂芳。我不懂，我是不懂，但我不会不懂到好不容易钓到的金龟婿白白又给丢了。叶桂芳不满地说道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啊？当初我和李峰分手的时候，你可是全力支持我的，你自己不也说了吗？一个破产的人怎么能给我幸福？现在你知道人家发达了，又来怪我了。当初李峰没钱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劝我让我和他复合呢？我变成今天这样的拜金女，全是拜你所赐。宋丽丽很生气。你个死丫头，自己没眼光还怪上你妈我了。叶桂芳被气得不行了，指着女儿的鼻子，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臭骂。你要这么有本事，把李峰去追回来啊！追男人的本事没有，冲着父母发脾气的本事倒是见长。我养你这么多年，是为了享福的，不是为了受你的窝囊气。被母亲吼了一顿，宋丽丽顿时委屈地低下了头。好了，你少说2句吧，孩子已经很难受了。你给我闭嘴！
你个窝囊废，我跟着你窝囊了一辈子，你想女儿以后也找一个像你这样的窝囊废吗？叶慧芳骂完丈夫，似乎还不解气，接着将目光落在了女儿的身上。李峰既然追不上了，那你明天给我去相亲去，我给你找了几个金龟婿，现在你要听我的，知道没有？知道了。吃完晚饭后，李妈便提前回去了。一时间，楚嫣然家里剩下孤男寡女以及2个睡着的宝宝了。嫣然，你一个人带孩子没问题，要不我让我妈过来吧？不用的，这段时间我都是这么过来的，2个宝宝都会睡整觉的，晚上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醒来，你不用担心的。楚嫣然摇了摇头。这样啊。李峰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有些不放心。嫣然，要不晚上我留着看孩子吧？放心，你在你自己的房间睡，我就在孩子们的房间睡，我晚上也不会打呼噜，也不会说梦话，不会吵到2个孩子的。啊，那会不会影响到你明天的工作啊？楚嫣然担心地问道。哈哈，这就不用担心了，我又不用上班。你忘了我是靠投资股票赚钱的，我一晚上都不睡觉也没关系，正好研究一下国外的股市行情。那行吧，你也不要真的熬夜，宝宝们睡觉还是很乖的。楚嫣然叮嘱道。放心吧，现在天色也晚了，你先去洗漱休息吧。好。楚嫣然便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洗漱了。李峰听到惊呼声，立刻跑了过来。嫣然，你没事吧？李峰敲了敲门，满脸担心地问道。李峰，我滑倒了，好像腿扭到了，站不起来了。啊，那你先别动，我马上推门进来。等，李峰，先别进来，我没穿衣服。嫣然，我不进来，你别着急，先把衣服穿上。李峰，我好了，你进来吧。我马上进来。嫣然，怎么样？扭到哪里了？扭到左脚了。我给你看看。嫣然，脚应该没事，我给你揉一下就好了。那你先扶我去床上吧。好。李峰点了点头。李峰，我站不起来。嫣然，你别试了，裹好浴巾，我抱你到床上去。李峰看着楚楚可怜模样的楚嫣然，不等她答应，直接将楚嫣然横抱了起来。2人四目相对，脸也同时红了起来。2个人呆立在原地足足1分钟，最后还是李峰率先反应过来，轻轻地咳了2声来掩饰尴尬。咳。李峰顿时觉得楚嫣然十分的可爱，忍不住低下头，在楚嫣然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。哎呀！楚嫣然被吓了一跳。李峰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李峰摇了摇头。嫣然，你脚怎么样了？我给你看看。还有点痛。楚嫣然红着脸说道。现在有点红起来了，你家里有红花油吗？我给你擦一擦。李峰一边给楚嫣然揉着脚踝，一边问道。楚嫣然点了点头。有的，就在客厅电视机下面的柜子里。那我去拿来。李峰给楚嫣然的脚踝来了个全方位的按摩，